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今天来更换我们洗手台的水龙头，可以看到它的边缘被腐蚀的非常的严重。我们来看看下面有什么，这边有个热水管，还有个冷水管，这边是一个排水口，它是用这种旋转式的把它固定住的。下面这边有个拉起的下水通道，把它拉起来的话，水就会关起来。下面有个底座把它固定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这个洗手台是3个孔的，除了中间的固定底座以外，还有2个孔，因为有些水龙头是3孔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你买水龙头的时候必须要买有 cover plate， 不然它没有办法把2个孔给挡住。这是 Costco 新的打折款 Moen 84980 SRN。 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部件，还有水龙头的本身，一个热水管跟一个冷水管，一个固定的底座，这个塑料的开关是把这个 filter 给下来，这是一个拧底座的扳手，还有一个粗的头，一个细的头，还有个金属底座是 optional 的，里面有一个海绵套，是防止水渗进去。这是一个下水管道，可以看到它是 push in 的。这个水龙头的本身并没有后面那个拉起的开关，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 design。Moen 还算是一个挺靠谱的厂家。之前我厨房的水龙头水管漏水，因为是建商自带的，所以我没有发票。在我联系 Moen 厂家之后， Moen 要求我提供几个照片，来证明水管是真的漏水的。然后他们就寄了一个新的水管给我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现在来看看需要的工具。首先是这个一字起，这只是辅助用的，你也可以拿一个尖嘴钳。再来是这个大夹子，下水管道需要用这个大夹子，因为这个扳手可能会不够大，扳手需要来下这些水管。再来是这个它自带的工具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用扳手可以起到一样的效果。再来是这个 plumber's putty， 下水管道还有水龙头需要用这个密封，然后拿一个水桶，如果漏水的话，用水桶把它接起来。其实需要的工具并不是特别多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先把热水开关给关起来，然后把冷水开关也关起来。这种开关只要拉出来，它就会关起来了。它有自带的这个起子，我们把它旋转，把它的底座给拆下来，弄松了之后，上面的水龙头应该就可以挪动了。我们需要把下面的底座也弄松。下面这个半月形的底座很容易粘住，我用这个尖嘴钳把它给松动，然后就可以拆下来了。我们将这个水桶放在下面，用扳手把开关弄松。把热水管下来之后，我们换到冷水管这边，把冷水管也下来，一样用扳手把它弄松。这个开关是塑料的，
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可能会把它换成金属的。因为这是拉起式的，所以后面有一个开关，我把这个打开来，然后这个金属条就可以抽出来了。这是将下水孔给打开或关起来的开关，里面蛮脏的，用卫生纸把它擦一下。就算不换水龙头，这个也可以经常清理。然后这个铁棒，这边有个夹子，把铁棒给抽出来，这样我们水龙头就可以拿出来了。我拿了一个大夹子，因为我的扳手不够大，用这个大夹子把这个金属环给弄松。这个下水管道是由这个金属环把上面的橡胶圈给密封住，这样水才不会漏出来。把这个金属环向下取出来，然后把这个下水管道给转开来。这个后面有这个开关的东西，我们已经不需要了。我用这个大夹子把它弄松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下水管道已经可以挪动了，可以看到里面的 plumber's putty。我用一字起把这个橡胶圈往下拉一下，然后用手把它取出来。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把上面的洗手台清洁一下。我用钢丝手把这些东西刷下来。建商给我的这个密封性并不是特别好，我以前拿 silicone 把它密封了一下，只要把它刮下来擦干净。我装新的水龙头的时候就会用 plumber's putty， 这样就不用用 silicone 把它密封了，这样就会好看一些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安装了。我把这 plumber's putty 打开，拿出一些，然后把它卷成一个细条状。卷成细条之后，把它绕在这个下水管道的周围。我忘记将这个拉起的开关给拿出来了，把它拿出来。下面有个蓝色的密封圈，把这个蓝色的密封圈再拿出来，这需要重复使用。我把它放回去。我把这个下水的开关给打开来，上半部塞进去，下面就把它接起来。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个橡胶的密封圈，下面也要接起来。记得这个蓝色的密封圈需要把它套进去，把它对齐之后，把它拧紧。上半部也要拧紧。我把这个下水的开关把它压进去，然后回到下面，把这个旋转的关节把它拧紧，这样上面的橡胶圈就会压进去，把水密封。下面的关节也需要拧紧，如果有人可以帮忙是最好的了。回到上面，
把这个多余的 Plumber's Putty 把它移除。我在上面的部分也用了 Plumber's Putty， 很多人在这边都不使用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经常会遇到这个地方会漏水进去，所以我上一个水龙头我用了 silicone 把它密封起来。用了 Plumber's Putty 之后，我把水龙头放进去，下面一样用这个半月形的金属片把它塞进去，然后将这个固定的底座把它转进去，用它给的这个工具把它转紧。在这个同时，上面需要有人确定水龙头是正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接水管。热水管上面有个标签说这是热水，我们把它接上去之后拧紧。这是塑料的，不可以太用力。接完了之后，我们接冷水管，一样，这是塑料的，我们不可以太用力。通常我会用2根指头来做最后的几次旋转，确保不会太大力。接完了之后，把开关压进去，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水。现在完成了，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把它转到热水的地方，看有没有热水。好，现在水烫了，我们把它转到冷水，看出来是不是冷水。确定是冷水之后，我们把下面的下水开关给按进去，它会把水给密封。然后我用杯子接了一杯水，把它泼到开关的边缘，确保开关的细缝它不会流水进去。我会把它放一段时间，这样可以确保真的不会漏水下去。现在大概过了10到15分钟了。我来看一下，这水都已经干的差不多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也没有漏下去。我可以把开关打开，现在水下去了。我们到下面看看，已经过了10到15分钟了。所以如果有漏水的话，现在应该已经有水了。我摸一下，这是干的，所以没有问题。水龙头的部分，看它有没有漏水，这边也没有问题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基本上我们只需要把旧的水龙头拆下来，然后安装新的水龙头就可以了，并没有什么难度。主要需要的工具只有一个大的扳手，还有一个大的夹子。大的夹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下面的下水管道，你的扳手可能不够大。其他的部分，尖嘴钳还有一字起，这些都只是辅助用的。如果可以轻易的卸下来，其实这些工具不需要也可以。需要一个水桶，如果漏水的话，可以帮你接住。还需要一个 Plumber's Putty， 主要是以防水会渗漏到橱柜里面去。主要还是应该要看看说明书，熟悉一下各个水龙头的部件。这是我完成的水龙头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一些。我之前的水龙头比这个大一些。我原本以为是一样大的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新的颜色。我并不是很喜欢原来的 Chrome， 我感觉 Chrome 特别容易被水垢给腐蚀，所以我才换成了这个 Stand Nickel。如果你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